我今日講呢個環節叫財政預算。財政即係話咧政府嘅收入同支出，預算咧即係話咧每年嘅4月1號咧，財政司就會宣布嚟緊嘅財政年度咧，估計有啲咩收益同埋有啲咩開支。咁我重點我間住噶啦，就係估計。咁1年過後咧，係咪真係符合預期呢？舉個例子，我估計係有錢賺嘅，盈餘嘅，但係埋單之後呢，實際可能係赤字，使突咗，係唔出奇嘅。咁即係舉個例子，阿 Sir， 我估計預算啊，我考 DSE 嘅經濟科呢係攞5星星嘅，咁但係實際派成績放榜嗰日呢，原來攞咗個 U，好正常嘅。好啦，跟住就進入一個最重要嘅部分啦，呢一課就係政府最重要嘅收入來源就係稅啦。咁我哋會將稅分類嘅。咁呢個要背噶啦，可能咩叫直接稅？就係話針對你嘅收入係指名道姓嘅，所以咧你能唔能夠咧將個負擔咧轉俾其他人，係一定你去俾嘅。咁留意啦，香港嘅稅算最簡單噶啦，淨係針對3種收入嘅啫。直接稅記住得3種。第一就係薪俸稅，打工仔啦。好啦，第二物業稅，留意啦，係租金嘅收入，就係話如果你層樓租俾人嘅租金收入係要報稅嘅。換句話講，層樓自己住嘅冇出租咧，係唔需要交物業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第三就係利得稅啦，公司賺嘅錢每年要報稅啦。換句話講咧，淨係得3種收入係要交稅嘅啫，喺香港，即係話咧其他嘅收入咧係唔需要交稅嘅。舉個例子，資本增值稅即係話咧，你例如炒樓100萬買入82萬賣出，多咗嗰20萬咧係唔需要交稅嘅。或者你炒股票賺錢，亦都唔需要交稅嘅。好啦，又例如利息稅，呢個國內就會有噶啦。如果你喺國內做定期咧，你打保咧，突然間會扣咗一筆嘅，咁嗰個咧就叫利息稅。咁呢個香港就係冇嘅，靜待嘅。咁跟住呢個香港又係冇嘅，叫股息稅，即係你買股票公司派息咧，喺美國咧係要扣30% 俾政府交稅嘅，香港就唔需要啦。咁最後呢種呢，香港曾經有嘅，不過取消咗啦，遺產稅。咁總結嚟講，香港嘅稅制好簡單，淨係得3種收入呢係要交稅嘅啫。直接稅方面，好啦，第二種就叫做間接稅。咁睇翻個定義啦，就係針對貨物或者服務嘅，即係話你每賣出一個貨物就要交一筆稅俾政府。咁至於係賣方俾啊，定係買嗰個俾呢？咁其實我哋中4學過政府干預呢，其中一項叫稅呢，就係講緊呢樣嘢啦。雖然好似係銷售者要俾呢個稅，但係呢，佢可以透過加價呢轉嫁俾消費者嘅。所以話間接稅呢係針對貨物，究竟係買嗰個俾定係賣嗰個俾呢？我哋話呢係會轉嫁嘅。而轉嫁嘅方式咧就係透過加價啦。咁睇到個重點啦，就係針對貨物同服務。咁喺香港究竟買啲乜嘢要交間接稅嘅呢？咁考試比較常出咧有呢幾種。第一種叫做差餉，好多同學咧將差餉同物業稅搞錯咗嘅。差餉就係話你有一個物業，你就要交稅啦，無論你自住或者租出去。而物業稅咧係一定要將個物業租出去，賺到嘅租金先要交稅。所以有物業就一定要交差餉，但係咧就未必要交物業稅。好啦，第二種印花稅就係針對買賣樓宇嗰陣啦，要俾一筆政府啦。咁另外買股票啊嗰啲都要交印花稅俾政府嘅。好啦，機場離境稅，咁買一張機票入邊咧有一筆都要俾政府嘅咯。好啦，其他銷售稅即係針對一啲商品嘅。咁香港買大部分嘅嘢咧都唔需要交稅啦，除咗汽油啦。咁呢個目的咧其實係想解決交通擠塞嘅啫，唔想咁多私家車。同埋買車啦、首次登記稅啦，個目的都係交通嘅問題，
多過咧政府想增加收入。好啦，買煙啦，呢個好重啦，都係為咗健康嘅問題啦。咁冇問題，我哋睇睇以下嘅 past paper 2023年嘅題目。好啦，啱啱講過炒股票炒樓賺錢咧，香港暫時唔需要交稅啊，冇資本增值稅。好啦，物業稅睇到咧，佢應該冇租出去嘅，冇租金收入係唔需要嘅。咁但係咧佢有個物業，有物業就要交差餉啦。好啦，另外印花稅佢買樓啦，好啦，買股票啦，呢啲都要交嘅，所以答案就係 C 3同4。OK。好啦，跟住講下第二種稅嘅分類方法，我哋分開3種嘅，累進、比例同類退。我哋先睇個定義先。咁如果要背嘅話咧，累進稅我就記第二個啦，收入增加，稅率增加，唔好寫錯啊，係稅率。咁我哋筆記後邊有啲例子就係咁嘅。好啦，就係當你單身人士頭13萬左右啦，係唔需要交稅，即係話咧稅率係0。咁跟住13萬之後，例如第14萬啦，你就要交2%，再賺多5萬6%，賺多5萬10%，百分比不斷咁升嘅，咁就叫累進稅。咁相比之下咧，加拿大咧係累進到29% 嘅，即係話你賺到咁上下咧，賺多10蚊咧，你要3蚊交俾政府嘅。咁所以加拿大啲人做下計下數咧，都唔再做落去啦。好啦，考試特別係 MC 咧，好小心個表達啦。佢講睇清楚打直嗰度係講稅款。累進嘅意思唔係話咧賺得多就交得多，咁係唔足夠嘅。畫出嚟咧應該係咁嘅樣。所謂累進係指個稅率，所以咧唔單止係升，你睇到咧係升得好急嘅。而你再睇到咧，你頭賺嗰10蚊咧，你可能1蚊要交稅嘅啫，係 10%。好啦，之後咧賺多10蚊咧，你睇到啦，升得好急，畫出嚟咧可能要9蚊，90% 要交稅，所以累進咧應該係咁樣表達嘅，升得好急嘅。OK。好啦，第二種分類就叫比例稅。咁我記個定義就係間低咗啦，收入增加，稅率係唔變嘅，稅率係指個百分比。好啦，香港嘅例子啦，例如香港有限公司嘅利得稅率 16.5% 啦，如果你係對獨資啊、合夥啊，就 15% 啦。好啦，物業稅收租咧，租金嘅 15% 啦，係固定嘅，無論你收幾多租，賺幾多錢，都係固定嘅。好啦，畫出嚟會係點嘅樣啊？好啦，應該係一條直線，開頭賺10蚊，交 10% 1蚊。好啦，之後再賺多10蚊，都係 10%，百分比稅率冇變到，所以畫出嚟咧就一個固定嘅直線。好啦，第三種就叫類退稅。好啦，要背嘅話啦，減低咗啦，收入增加，個稅率百分比咧係開始減少嘅。好啦，考試如果圖形表達累進稅，呢個係稅款，同學識唔識畫啊？好啦，畫出嚟咧，應該係個升幅咧係會放緩嘅，升得冇咁急嘅。個表達就係話咧，你開頭個百分比好高，舉個例子呢度啦，10蚊要交90%，但係你之後咧，你再賺多10蚊咧，咦？10% 嘅喎，只係交1蚊稅嘅喎，稅率減少，所以咧圖形咧係咁樣表達嘅。好啦，另外呢一種都係類退稅，有冇例子啊？有一種叫人頭稅，即係話假設第一你係人，第二假設有個頭，即係話任何人咧都要交100蚊。咁呢種就係類退啦。點解啊？因為如果你收入100蚊，你交晒咧係100% 稅率。但係如果你收入1000蚊咧，交100蚊咧 10%。好啦，收入去到1萬蚊，交100蚊稅，咦1%嘅喎。咁個稅率咧係隨住收入增加而減少嘅。咁根據定義就係類退稅啦，呢一種。好啦，咁香港有冇呢啲例子啊？我哋頭先講所有嘅間接稅咧，其實都係類退嘅。舉個例子，一包煙70蚊稅，對窮人收入低嘅人佔嘅比例咪好高咯。好
好啦，但係有錢人又係買一包煙，呢包煙70蚊稅，對佢哋收入嘅比例稅率咪好低咯。所以同學感唔感受到呢種累退稅有啲咩問題啊？就係好唔公平啦，窮人又要交咁多，有錢人呢，相對嚟講好少啫個比例。好啦，咁呢啲原則嘅問題呢，我哋之後再討論咯。咁我哋睇睇 past paper 先。好啦，做題目嘅時候最緊要搞清楚打直嗰個究竟係講緊乜嘢。好，第一，如果係稅款嘅話呢，你睇到呢，呢個係按一個直線，即係固定嘅比例。咁所以呢，第一個呢應該係好啦。第二個搞清楚啦，打直嗰個係稅率啊，唔係稅款啊。咁即係話呢個百分比呢，2% 賺得多7%，賺得多10%。咁呢個呢冇錯啦，就係累進稅啦。好，第三個又去翻稅款啦，所以要睇清楚究竟係打直嗰部分究竟係咩嚟嘅。你見到呢開頭呢係升得好急嘅，跟住個升幅放緩咗嘅。其實我哋啱啱講完呢，呢個應該係累退稅啦。好啦，第四又去翻百分比，咁只要係增加嘅話呢，2%、3%，只要係向上嘅話呢，稅率呢，我哋話呢已經係累進稅噶啦。所以正確答案係2同4，即係 C 啦。好，跟住講下作為嘅打工仔啦，你都要了解一下香港嘅薪俸稅制度係點嘅。咁係分開兩個階梯嘅。咁首先第一就係低收入嘅部分係累進嘅。咁至於實際嘅數字唔需要理啦，可能年年都會轉噶啦。咁暫時嚟講啦，有個免稅額，你年薪少過132000，即係話月薪少過11000蚊呢，你係唔需要交稅。換句話講呢，你嘅稅率係0。好啦，咁你嘅收入扣咗免稅額之後，先至開始要交稅，嗰個就叫做應課稅收入。咁多出嚟嗰5萬蚊呢，都係交2%，即係1000蚊到，比較少嘅。嚟多次，頭13萬到唔需要交稅，13萬之後開始每5萬就交1000蚊。好啦，再多5萬交6%，再多5萬交10%。咁我哋係有上限嘅，之後你無論幾多都好咧，最盡咧累進度咧都係17%。咁我哋一般嘅打工仔啦，可以咁講啦，90%以上啦，都係咁樣計法噶啦，先扣免稅額，再咧逐級咁累進。咁跟住有同學問，有冇方法可以交少啲稅咧？哇，你睇下稅局很周到啊，真係要感恩啦，佢幫你計埋噶啦。如果你單身人士，年薪又超過202萬嘅話呢，你可以多一種選擇，就係唔使咁麻煩，直接將你200萬嘅收入乘15% 去交呢個稅款。咁就咁將收入乘15% 呢，我哋有個名就叫做標準稅率。咁稅局都講得好清楚噶啦，只有你收入超過200萬嘅話呢，咁樣乘出嚟呢，直接乘15% 呢，先會交少啲嘅。咁你諗下，年薪超過200萬，超級人上人啦。咁即係話大部分嘅打工仔都唔使諗啦，用翻呢種嘅計法啦。咁於是乎每年都有啲八卦新聞嘅，全香港交最高薪俸稅嗰位叫做霍建寧啦，就係幫李嘉誠打工嘅，佢嘅年薪就係2.04億。咁佢交幾多稅啊？咁就好簡單啦，標準稅率15%。咁簡單啲，我俾佢當2億啦，乘15% 呢，即係佢交嘅稅呢，就係3000萬稅咯。完。咁總結嚟講，香港嘅薪俸稅呢係分開2層，低收入呢係累進嘅。咁但係高到點為之高啊？高過200萬年薪呢，就係比例稅，即係固定15% 比例，就係比較得意啲。咁有啲咩含義啊？就係話如果加免稅額對咩人會有得益啊？我哋話低收入人士就會得益啦。我哋睇翻個例子，如果免稅額加多5萬，我哋連呢2% 都唔需要交咯，係咪啊？但係對高收入人士就完全冇影響啦，因為頭先講過，
高收入人士佢哋唔使計免稅額，就咁將個人工就咁乘 15% 嘅啫。佢哋唔計免稅額，所以加免稅額對高收入人士咧，其實係冇影響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第二個情況就係加標準稅率。假設標準稅率由 15% 加到 16%， 對低收入人士有冇影響啊？答案冇啦，佢哋可能交緊2啊、6啊、10，有排都未到。OK， 加標準稅率對低收入人士冇影響，但係對高收入人士有冇影響啊？有啦，因為佢哋會交多咗稅啦。咁睇翻24-25年就正係咁嘅情況啦。高收入人士一年超過500萬嘅，以前淨係交 15% 嘅啫，但係咧依家改咗啦，分兩級啦，標準稅制，即係話500萬以上咧，你要乘多一個固定比例就係 16%， 加咗1% 啦。咁即係話呢個改動對咩人有影響啊？對年薪超過500萬嘅人咧，佢哋要交多1% 嘅標準稅率啦。但係正常年薪超過500萬嘅人有幾多咧？即係大部分人都係唔關事咯，加標準稅率。跟住我哋睇一題 past paper， 咦，正正就係講緊香港嗰個薪俸稅制啦。希望同學睇到新稅制嘅第一個改變就係咦，加咗免稅額，睇唔睇到啊？我哋頭先嘅例子，以前咧低過13萬咧係唔需要交稅嘅。如果加咗2萬蚊免稅額，即係話咧去到15萬以上先至要交稅，其實係加咗免稅額。好啦，希望同學睇到第二個改變就係加咗標準稅率啦。標準稅率嘅意思即係話收入高到咁上下咧，就直接乘 15%。咁而家咧高到咁上下咧，就加咗啦，乘 16%， 即係高收入嘅人士咧係交咗多咗稅啦。咁我想問答案係乜嘢啊？好啦，個人免稅額較少，呢個係錯啦。我哋話咧加咗免稅額，所以咧要賺更加多咗啲錢咧，先可以要開始交稅。好啦，第二個標準稅率降低咗都係錯啦，加咗啦嘛，提升咗啦嘛。第三個咧，我哋話係啱嘅，因為你睇到我哋唔好用窮人啦，我哋用低收入人士啦，佢係交少咗稅嘅，但係啲有錢人咧或者叫高收入人士咧，佢係俾多咗稅嘅。咁一加一減，其實咧就正正係收窄咗貧富差距啦，所以 C 係啱嘅。好啦， D 嘅選項我想講一講，因為考試成日都會睇呢個 term 嘅，叫稅基。擴闊稅基，簡單嚟講咧，就係增加政府嘅稅務收入來源。舉個例子就係話廣泛開徵銷售稅啦，即係買呢樣買嗰樣都要交稅啦。咁我哋話咧係冇錯，係可以擴闊稅基嘅。而擴闊稅基嘅結果就係話更加多人會被納入稅網，即係只要你買嘢，你就要交稅。咁對政府嚟講，當然增加一啲穩定嘅收入來源啦。但係我頭先講過啦嘛，呢啲咁嘅銷售稅咧，其實係好唔公平嘅，窮人又要俾咁多，有錢人又係俾咁多。咁所以透過開徵銷售稅嚟擴闊稅基咧，呢樣嘢係相當之爭議嘅。好，最後想講下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認為咧，賦稅應該要有4個原則嘅，唔係亂咁嚟嘅。好啦，第一個公平啦，即係話咧，能力越大，責任越大，越有錢就應該交越多嘅稅。咁所以比例稅其實同累進稅咧，其實都符合呢個原則嘅，都係話收入越高，交嘅稅就越多啦。咁累進就更加係啦。咁相反啦，邊個稅好唔公平啊？就係累退啦。例如窮人又係交咁多，有錢人又係交咁多，就違反咗呢個原則咯。好啦，第二個原則明確，就係話你要講得好清楚點解要交稅，避免爭拗。咁例如香港咧就係好成功嘅，例如直接稅講清楚啦，針對3個收入啦；間接稅好清楚啦，邊種嘅物品啦係需要徵稅啦，俾幾多啦，百分比啦，都係好清楚嘅。好啦，第三就係交稅要方便啦，例如依家網上報稅啊、交稅啊，其實都係 OK 嘅。好啦，最後一個原則就叫經濟，即係話徵稅嘅成本咧
唔可以太高咯，如果唔係咧就會得不償失啦。舉個例子，例如一個叫垃圾徵費，即係話咧你抌垃圾要買指定嘅垃圾袋，咁我哋話咧執行嘅費用其實都好高嘅。例如你係咪要逐家逐戶裝個 cam 啊，或者喺啲大街小巷有啲裝啲監察系統啊，咁變咗安裝嘅成本咧可能 cover 唔到你收翻嚟嘅稅，咁我哋話咧就違反經濟個原則咯。咁最後一個就唔係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講嘅，就係話講香港嘅情況，就係話無論你咩國籍嘅人，只要你喺香港做嘢產生收入咧，你都係要交稅嘅，就唔係跟國籍，係跟個地區嘅，咁就叫來源原則。咁最後又睇一題 past paper 啦，就係話呢個叫做資產增值稅，就係用翻亞當史密斯嘅兩個徵稅原則，然後評價即係覺得符唔符合咧。咁其實是但講兩個得噶啦，咁啲重點我都 highlight 咗啦，應該係對應翻四個嗰個課稅原則嘅。咁我哋睇到呢個稅係累進嘅，咁你可以拗啦，係唔符合公平原則啦，因為賺得越多咧，交嘅稅率就越高。咁冇所謂，你都可以拗嘅，公平原則亦都可以符合嘅，因為賺得越多咧，就交得越多啦嘛，咁冇問題嘅。最緊要係你講到嘅原則同埋評論翻點解。咁第二個原則明確應該都符合嘅，因為佢講到明咧，一年之內你炒賣物業所賺到嘅錢啊嘛，講得好清楚，好指定嘅。咁呢個唔使拗啦，好明確啦。咁第三個原則叫經濟啦，你都可以覺得評論下唔符合啦，因為10億可能你覺得真係太高啦，可能扣唔翻收翻埋嘅稅。咁第四個原則就係話方便啦，咁你可以引用翻符合嘅，因為咧可以輕鬆咁查閱。咁只要你講到原則個名同埋略為喺資料入邊引用翻，咁就2項啦，咁就攞足4分。